主人公单伯言来自秦皇岛，地铁歌手初中，收入不定；女主人公沈宁23岁，来自秦皇岛，自由职业大专，收入不定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打算跟他结婚是不是？是。他的意思是结婚之后还要在地铁里唱歌是吗？对，因为他说过结婚，然后让我先回去准备，就结完婚就继续回来，还在地铁里唱歌。啊，这你不能接受是吗？对，我接受不了。如果他就坚持他这个的话，你会怎样？他要坚持的话，我想可能就会放弃吧。可能就会放弃啊。小夏，我看你在那个小片里面说到曾经有放弃生命的念头，是吧？是的。是因为他的出现，使你重新找到了一些东西，是吧？没错，没错。那这样的话，就踏踏实实的跟他结婚喽？是这样。我呢是一个音乐人，自由音乐人。音乐对我来说呢，跟生命一样。从小的时候，我家里就很穷，我父母离异，然后呢，上小学的时候就挨人欺负，只有音乐才能让我感受到那份解脱，把心里那些所有的压抑呀、一些东西全都解脱，自那以后我才爱上音乐啊。然后呢，我拿着我奶奶的养老钱吧，1万块钱，那是我奶奶咬着牙从牙缝里攒出来的1万块钱，去上北京。然后呢，我就去报了一个学校，我没想到，那学校是真的，但是我报名的那个接待我2个人是骗子。其中一个人就跟我说，我拿着1万块钱，去先学校报名，然后呢，你第2天跟着老师去学校，然后就在北京受骗了。我回家也回不去，我只能背着吉他在北京开始卖唱。说下来，其实黄欢老师已经在质疑了。跟爱情有关的部分一点都没有听到。啊，你是来这里挽回爱情？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我要跟我的女友说，我还是爱你的。但是你爱我，为什么不能为我放弃唱地铁呢？跟乞讨跟卖艺有什么区别呢？乞讨跟卖艺怎么能是相提并论呢？大家可能对这个地铁歌手没有什么印象。他说他曾经放弃过生命，有一些人都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了，我们可以看看，要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认识，什么样是地铁歌手，或者单伯言现在从事的是什么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下面由我们哥俩为大家带来一首我们自己的原创歌曲，名字叫《大雁北飞》。大雁也向北飞，只留下一滴泪。因为在他的心里早已是伤痕累累，他已经爱过了，他已经伤过了，时间慢有一位名叫单伯言的原创歌手，在他的博客中留了一份遗书。单伯言将遗书挂到网上后就消失了，他的电话始终打不通。据警察介绍，单伯言是在延庆嵩山的一个山沟中被发现的。报案的啊，他们上山去玩之后，走上面一看，咱们石头缝下面石头缝夹着一个人，我摸看身上很凉很凉，但是能说话。我问你哪儿的人，来干什么的了？他说我是来创业的。我真的啥呀？看不见。被警察从山里救出的单伯言躺在病床上，2眼暂时性失明。现在提问还不剩，错提问还没有。行了，先让歇会儿吧，那谁？先让歇会儿。单伯言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自杀的呢？让人家骗了嘛，我挺生气的，你知道吗？完了我就想起我的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起我的过去，在北京闯这么多年，受了这么多苦，我就感觉特别难受。然后我就想着，去到山里边，我是自杀算了，买了400安眠药，每一把有20片，然后80片，然后我就全吃了。吃完之后，然后我就从山上摔下来，然后我就啥也不知道了。挺痛苦的哈。
后悔自己自杀吗？幼稚吗？其实这个世界上啊，没有后悔药。但是经过这件事呢，让我认清了一点：我为什么要自杀呢？坚强的活下去，走自己路挺好。你看你这个自杀呀、被骗，其实跟你爱的音乐都没关系。你说了一堆，其实你爱的音乐跟这个女人也没什么矛盾，就踏踏实实回去过日子。他就是喜欢他的音乐，然后写你的歌，他根本就不喜欢我，不是挺好吗？你说的话都不对，我怎么不喜欢你？我不喜欢你，今天我就不会来这个。咱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说你可以为我放弃一切，但是现在呢，我只是想让你跟我回家平平淡淡的过日子，为什么就不能呢？平平淡淡的日子是可以过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我是有个理想、有梦想的人。理想能当饭吃吗？咱俩在北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给我说说，我听听好不好？每天遇到好几千人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眼光都有，什么样的都有，说什么的都有，还有很烦你那种，然后还会经常的被别人说骂。啊，等于他唱歌你收钱。对，我感觉作为一个女孩子，在地铁里唱歌，我想在座的所有女孩子唱歌，她们都会受不了。女孩子本来就是要面子嘛。你也唱？对，我不唱我收钱，有的时候会哼几句。为什么北京有那么多的酒吧呀，什么都需要歌手？没去试唱过吗？酒吧呢？不去。酒吧呢，就是去的人呢，他只限于自己去喝酒啊、聊天，他不会专一的听你去唱歌。至于你唱的好坏，唱的是什么，他们都是。那你想没想过我呀？你光想别人不去听歌，那你想没想过我？我怎么不去想你？你怎么想我的意思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还没有弄明白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家穷了3代，就从我这代开始，我想改变我所有的家庭的环境。你要干嘛呀？就要出人头地，要出名是吗？没错，我的意思就是想把我自己的原创歌曲唱给大家听，把我自己的这些亲身经历、所有的心里那些想法也好。但是你知道他们在听的吗？毕竟我奋斗过了，我现在有一点点的成绩了。你挣到1分钱了吗？钱，你奋斗几年？你先告诉大家。如果你要不努力奋斗的话，你上哪来有钱呢？你让我还要等你几年？你就奋斗了很多年了。小山到底奋斗了几年？10年，挺不容易的。小沈，你为什么哭？我想跟他回家，想让他跟我回家，但是他想在北京，我每天都是硬着头皮去上地铁。你知道吗？回家可以，但是回家你干别的还得从头再来。从头再起。音乐我已经奋斗了10年了，跟我在一起也是从头再来吗？付出了多少辛苦吗？10年呢，我在北京吃过多少苦？你光想你吃苦，你想没想过我的感受？如果我要真的是，咱不是说大红大紫，如果有一点成绩，咱们日子过得会不好吗？我不需要。我知道平平淡淡，我知道不缺，但是我过去受的那些苦，受人的一切那些歧视。但是你知道我在家里我为什么让他们瞧不起我？我在家里是什么样呢？我虽然是，我跟你上北京来，我没吃过什么，听他说好不好？没吃过什么，我没得到过什么福吧？我跟你去唱地铁，我以前1个月可能会买好几次的衣服，但是我跟你去北京以后呢，你给我买过衣服吗？不是说没有，我不舍得。那就应该更珍惜咱们俩现在的生活。我不想要那种生活，因为咱们俩想要结婚，结婚的话你就跟我回家，咱们俩做点生意。在北京真的不好生活。我最后问你1、2个问题，然后我们听专家意见啊。你是喜欢音乐，还是喜欢音乐可以让你出名？我是喜欢音乐。啊！喜欢音乐让我出名。喜欢音乐的人并不在乎在哪里唱歌，也不在乎在哪里写作。没错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对吗？没错。那可以回家哦。为什么谈大红大紫？为什么谈想用音乐来改变命运？我只是想知道，音乐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？是改变命运的敲门砖，还是我真的爱音乐？2者都会有，可能是爱音乐比较多一点。你觉得娶一个女人回家，什么是她的幸福？2个人在一起快乐的生活。那她这样跟你快乐吗？
我知道他现在暂时是不快乐，但是我会让他快乐的啊，行吧。只是就是时间的问题。好，好，我们听听专家老师有什么想说的。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。里面有一句话说：“我的梦想是音乐。”我允许我改2个字，我的自卑是音乐。做音乐做到去自杀，那谁还敢追求音乐啊？我不是做音乐做到自杀。但你最后就事实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你是个有理想、有梦想的人，你说你努力奋斗，我看的恰恰相反。你说法？你说，我告诉你什么是成功人士 ，OK？ 成功人士，你说你不愿意去唱那些去酒吧里唱，你知道？我知道一些歌手，陈升、张宇、伍佰、新乐坛、黄小琥，都是从酒吧出来的，连周杰伦都唱过西餐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很努力，比你还努力，任何机会他都抓住，而你呢，就坚持在自己那崇高的那种自我固执的那种，叫做 ego 自尊。OK， 我就是要这样子，不合我意的我不干。你有个很孤独的高傲存在，这个不叫努力，这叫固执。真正努力的是愿意放下一切，去追求一切，去成就他的音乐梦想。我没看到。我只看到你的固执，我不这么认为。你当然不这么认为，所以你今天10年还在这里啊。真正努力是能屈能伸，能放下，这才叫努力。如果大家都说唱酒吧能唱出来的话，大家都可以唱酒吧。唱地铁几率比较大，那请你告诉我，唱地铁出身的歌手有几个？你随便讲几个。没有。不是，他的想法是这样的：人无我有。我就成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多少人是因为你的歌给你钱？有多少人就像你的爱人默默在你身边，觉得你们可怜给你钱？很多，真的，很多人在地铁里我唱歌都给我鼓掌。啊，其实钱都不重要。OK， 我觉得我们已经偏离了主题。你在哪唱歌真的不重要。是。重要的是你今天来干嘛？今天来我就告诉他，我爱他。我是来劝他，我是来告诉他，我是爱他的。我不是为了音乐能。那你爱我，你就跟我回家。OK， 能听我说吗？我刚刚替你总结了3个词，第一个词，脆弱。没错，我确实有的时候很脆弱。脆弱的你，既不能接受社会的1、2次打击，也不能忍受爱人的离开。你用什么体力去顽强你的音乐梦呢？这是第一个。爱人，你口口声声说你爱他，你爱他，你为他做了什么？在所有的故事里，我只听到他为了你放弃了美丽的衣服，他为了你放弃女孩子最要的那个面皮，他为了你，直到现在，他都在他对面哭泣。有梦想的人绝不止你一个，但首先，我们要有能力让自己活下来，我们要保障我们爱和爱我们的人能够为我们放心。我告诉你，小伙子，我理解你。每个人的命运不同，每个人的认定的路也不同，对不对？他认为你现在路就是死的，就错的，我倒不这么认为。您的观点是？我的认为是，你只要认为我就是认为我喜欢音乐，你认定了你就去唱去。那不是长久的事儿。哎，是你认为，那是你认为不是长久的事。我认为什么呢，小伙子？你是不是非得没女朋友就活不下去是吧？你要是认为音乐大于目前重于我的爱情，那你就按照你走下去，姑娘离开就离开。对，你不能啥都要。其实说白了就是，唱地铁有没有错？唱地铁没有错，没错，唱地铁没错。对，你要求他跟你一起唱地铁，他不愿意，那就这个事儿就错了，那就错了。明白？我现在跟他要澄清一句话，就是说，我现在，就是一个婴儿一样会爬，爬的过程已经完成了。现在我长大了，我刚会走，马上就要跑了。你为什么让我放弃？爬了几年呢？爬了10年。那你刚站起来，刚会走了。再跑10年吗？我多大了？会走的时候就会跑。我多大了？哎，小伙子，你不用比喻那么多，我告诉你。你认为你在成长，正在逐渐长大壮大，前途光明，那你何必拘泥于他呢？在我最低谷的时候，他好，我们不要争执哈，说这个家里面有人要说话，我们一起进入到踏浪旁观者清。我是单博言的母亲。不是，您对他们现在这个问题怎么看呢？我呀，挺支持我儿子的。
我儿子特孝顺，他喜欢音乐，我当母亲的特别支持他。就是说，您希望这个小沈跟着你儿子继续在地铁里唱是吗？其实我儿子搞个这么好的儿媳妇啊，我也希望我儿子回家好好过日子。我是沈的母亲，起初他俩在一起接触的时候我不同意，因为我这个60年代的人吧，我以为就是说是卖唱也好，就是卖艺也好，我就有点接受不了，就觉得好像不靠谱吧。从他俩接触以后，我这女儿我管不了。其实说直到现在，我对他们俩的婚姻我不同意。我想让我女儿找一个，就是说靠谱点的，能养家糊口，就说是生孩子。女儿的幸福呗，就是我的幸福。我女儿过不好，她又不幸福，我做一个母亲，我肯定也跟着小善不高兴，就是这个。听到未来，听到好。小善，你看，其实沈宁跟你在一起要承受多大的压力？我妈妈知道他为我付出了很多。我妈妈一直都反对，我在家里做了好多工作，其实她都不知道，但是没办法了，因为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，真的是想结婚了，但是结婚了，她真的不跟我回去，说回去还回来唱地铁。我想问博彦一句话，因为我刚才听到妈妈说你是一个很孝顺的人。那我想请问你，在这些年来，你寄了多少钱回家？请听实话吗？实话，1分钱没有。OK， 请你真的，请你要觉醒，哪怕就真的孝字，请为了你母亲，你看看你母亲站在这里，请为了你父母，哪怕为了父母，卑躬屈膝的9趴我也唱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必须先学会生存，然后才能学会爱。如果你连爱和生存都不懂，你唱的歌里有什么内容？我在做，你们也没看见。OK， 那我问你，10年，请问你妈妈还有几个10年可以等？先不要说你老婆，她今天可以不跟你，你父母总要老了，总要靠你吧？他们有几个10年呢？小善其实就是今天面临一个抉择的问题，在你自己的理想和你的爱人之间要做一个抉择。来，黄金的时间。你还记得咱们写的第一首歌吗？记得。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把这首歌唱给你听，让你知道我还爱你。我也希望你能跟我在一起。5月9号的那一天，你我第一次相见，你那迷人的双眼瞬间刻在我心田。也许是上天安排，也许是命运主宰，你我相遇茫茫的人海，注定我们在一起。深情握住了你的手，厮守涌进我心头，缘分让我们拥有天长和地久，心会跟爱一起走，海角天涯不分手，默默真心为你付出所有，相爱珍惜到永久。对不起，时间到了。我想让咱们俩的爱情能够地久天长。我想让你陪我到最后，走到最后。我真的累了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我心里非常的难受。其实我想有一点，小善应该弄清楚。今天在座的3位专家老师，没有一位说理想、现实和爱情之间是冲突的，是你自己没有把梦想或者叫理想和爱情这个关系协调好。可能是吧。如果好了，你心爱的女人怎么会在这里落泪呢？来，2位请回到你们来的原点，好吗？来，请回，谢谢。来，请关门。来，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订婚还是分手，请做出你们的选择。来，请选择。
53.57%对46.43%，这是订婚和分手的比例。让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海伦凯洛眼镜提醒您，下节更精彩。要宝宝学得更多，头脑和健康一样重要。安娜宝 A+ 有原配方4倍以上 DHA， 还有健护配方，宝宝健康机灵，学得更非凡。美赞臣 A+ 益智计划送早教专家建议的全新益智玩具，让不同阶段的宝宝边玩边学，激发无限潜能。新促销开始啦！美赞臣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单美妍，他跟你俩其实说真心的。如果要今天这个结果，你就得要好好给他幸福，得好好的创未来。你放心，我尽我最大的努力。怎么着？接着陪他唱是吗？啊？真自私。来，小话筒有请。对于我的自私，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到时候我会说，尽我最大努力，我肯定会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你放心。I love you。感谢天津东尼佩奇钻饰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订婚钻戒哈，还要感谢金陵音乐手机为订婚嘉宾提供的荷塘系列音乐手机一部，来恭喜！小善，这么爱你的女人，希望你能给她幸福。来，结婚。谢谢大家。